华为在2024年9月推出第一款3萤幕折叠手机后，可以说是一机难求啊。虽然主要原因是因为产量比较低，但也炒热了一波转卖市场哦。1年后，华为再次推出3萤幕折叠机华为 Mate XTS， 同样邀请到代言人刘德华站台，而且这次刘德华是亲自到场，分享了一大段他自己的故事。当然，今天的重点还是产品，接下来就要一起来看一下这款3萤幕折叠手机到底有什么重点特色。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去年华为推出 Mate XT 的时候，原本以为三星随后就会跟上，不过直到华为第二代3萤幕折叠手机华为 Mate XTS 推出时，还不见三星3萤幕折叠手机的踪影。但根据可靠的消息，三星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会推出这样形态的手机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Mate XTS 的售价，这是它推出3款，分别是16+256，售价是17999元人民币，折合台币是77400元哦，金价五告股耶哦。那16+512啊是19999人民币，折合台币是86000元。最贵的一款是16+1TB 的哦，售价是21999人民币，折合台币是将近10万，94600元哦。但依照去年 Mate XT 一机难求的状况看来哦，很多人根本买不到，除非加价去买转手，不然就是要靠运气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从外观设计、效能硬体、软体功能还有拍照一一来分享。华为 Mate XTS 延续非凡大师系列的经典设计语汇，不只是命名延续啊，更在细节上再度强化。这次推出4种配色，分别是皓白、锦紫、瑞红、玄黑啊，其中紫色跟白色是新推出的颜色，我还蛮喜欢紫色的哦，还蛮漂亮的。那边框从上一代的乌金升级成这次主打的纱金，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啦，不过感觉有变亮了一些。那背盖部分是仿皮革材质，有着全新的压纹啊，会比较有真实的皮革感。那折叠结构部分其实基本上是沿用上一代的设计，不过余承东在发表会上特别分享为什么3萤幕折叠手机现在只有华为推出的原因。原因就其实很简单啦，就是很难制作。那跟看他们去年的产量也应该知道，这是很难制作的哦。这边也分享一下 Mate XTS 的机构设计。折叠机构部分是采用华为自主研发的天空铰链技术，这是一种外折加内折双轨联动的机构。这可以让萤幕展开跟收合更加的顺畅。而铰链部分的材料采用高达2400兆帕等级的航太级钢材，并在转轴区域设计了8重的缓冲结构，强度跟稳定度部分都比上一代要好一些。萤幕部分采用非牛顿流体材料，并搭配322平方公分的 UTG 玻璃才能让开合耐用度更高。不过依照去年 Mate XT 的不少使用者回馈整体的耐用度其实并不高啊，所以这部分我们还要等实际有人拿到手之后，我们再观察一下。萤幕规格部分跟去年相同，完全展开时候是10.2寸，那解析度是2232×3184啊，就是一款平板的大小。那翻开成一折的时候，大小是7.9寸。那在直立模式底下，外萤幕是6.4寸。那厚度部分也跟上一代相同，全折叠底下厚度是12.8mm，全展开之后，最薄的内面只有3.6mm，机身重量是298公克。这一台整体设计应该算是小改版，也可以说是强化结构版本，应该是收到不少折叠后损坏回馈的改良版本吧。效能部分，去年 Mate XT 发表时完全没有提到处理器是用哪一款。但这次的 Mate XTS 就直接分享了，它是采用麒麟9020处理器。当然，制程因为种种的限制，所以一定没有其他手机品牌来的强哦。那这边也分享一下这款处理器的规格，麒麟9020采用7奈米的制程，也有这2颗2.5 GHz 大核，2颗2.15 GHz 的中核，还有4颗的1.6 GHz 小核。跑分部分，安兔兔大概是125万分 ，Geekbench 单核是1295分，多核是4984分。大概跟 Snapdragon 8 Plus 同一等级了。以目前市面上处理器的水准来说，大概只能算中阶或是中阶偏高一点点的效能。电池电量部分跟去年相同，用上5600毫安时的电池，有线充电支援66瓦，无线充电支援50瓦，这边就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软体部分，我觉得这一次还蛮有梗的哦。华为 Mate XT 这是搭载全新的 Harmony OS 5.1，可以说是目前华为最完整的作业系统版本。这是除了在 AI 功能上的进化，还支援非常厉害的 PC 级应用。
首先，AI 小艺变得更聪明，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帮你做旅游行程规划、智慧推荐目的地，甚至自动排时间。要订票的时候，它还能一键分屏啊，把车票订票的页面跟行程表还有地图一次摊开，让你边看边操作，不用来回切换页面。那这次加入了 AI 知识库，还有 AI 播客，也就是 Podcast 哦。可以把平常看到的网页报道、PDF 或是重要资料一键收藏之后呢，之后再用自然语言去问小易，它就会自己帮你整理资料，甚至朗读出来。其实有点像是 Google 推出的 Notebook LM 的感觉。你在通勤或开车的时候还可以用它的播客模式念给你听，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哦，可以更有效率的利用时间。这次我觉得最有感的是 PC 级应用资源，这个对于3萤幕手机来说，应该就是杀手级应用的哦。像是 WPS Office PC 版，你不只可以开 Word， 甚至是 Excel 都可以啊，而且要制作或是撰写、编辑文件都没有问题。另外还有支援专业金融软体，可以及时的看股票动态、看技术线图、K 线图啊，或是资金流向，这些原本都是用桌机看，现在用手机就能搞定。那在工作效率部分，也支援流程图还有甘特图的绘制工具啊，可以用来做简报规划或是商业提案都非常方便。其实这个，我觉得在 Android 上其实都是做得到的啦，就是因为本身 Android 支援的软体就比较多，但是Harmony OS 就支援的比较少，所以它必须要用第三方开发的资源来去做这些整合。华为在拍照能力部分一直都非常的强哦，那这次 Mate XTS 在拍照部分也有小小的提升，3颗镜头都采用感光能力更好的 RYYB 感光元件，主镜头是5000万像素感光元件，搭配 f1.4 到 f4.0 的可变光圈，可以调10个等级哦。那超广角部分由原本的1200万像素提升到4000万像素，长焦镜头则是维持5.5倍的望远，采用12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。这次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，不是那3颗镜头，而是之前在 Pura 80上加入的红枫原色镜头。这跟之前 vivo 推出的丹霞原色镜头其实很像啦，就是光谱感应器的意思啊，可以更好的还原真实色彩，解决以往手机在大面积单色环境底下很容易白平衡失准，像是在拍雪地啊、沙滩啊或是纯白的墙面的时候，之前可能会常常出现偏蓝偏黄的状况，现在 Mate XTS 可以智慧辨识场景，精准还原色彩，不会让画面失真啊。另外，在色卡功能部分，也就是滤镜功能多了很多风格啊。除了保留原色、鲜艳、黑白、明快这些经典的风格以外，还加了自然、电影、胶片、动漫这些个性化的风格。更有趣的是，你还可以自己调色温，可以调对比，可以调饱和度，打造你自己的风格色卡，还能上传分享给朋友一起用啊！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。这次 Mate XTS 发表会，我觉得可以算是重点的，也就是支援全新的手写笔。它可以支援全域批注功能，也就是你在任何的画面下都可以去注记啊，无论是浏览画面啊、PDF、网页、简报啊，通通都可以写，通通都可以注记哦。它还支援隔空操作，这个不就是 S Pen 以前的功能吗？不过 S Pen 现在好像是没有这些功能啊。哦，它不需要触碰萤幕，也能像投影笔一样翻页啊，控制影片播放，也能切换简报页面啊，连看短影音啊都可以隔空翻页、隔空操作。它还推出一个蛮有趣的配件，叫星闪键盘。这个不是普通的键盘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这是跟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专属键盘配件。最大的特色除了是键帽比较大以外，比一般键盘大60%，而且整个键盘表面都支援触控操作。不过我觉得对这个有点怀疑啦，这样子在打字的时候不会很容易误触吗？好，总之啊，这2项配件可以说是 Mate XTS 的行动生产力组合，可以让3萤幕折叠机更像笔电般的操作。整体来说 ，Mate XTS 算是一款针对使用者回馈加强的产品，毕竟型号多了一个 S， 就代表它是小改款的机种。不过有加强内部结构，也加强了拍摄能力，硬体上算是有诚意的。效能部分当然它绝对不会是顶级的，但在 AI 功能、PC 级应用整合，还有3视窗的多工处理，让它在生产力这块真的是蛮有看头的。当然它的价格不便宜，购买门槛也不低啦。所以如果台湾的朋友有买到，可以借我玩一下吗？好，以上就是华为 Mate XTS 的重点整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